One city in western China is famous for two things: the gentle giant panda and the fiery communal hot pot. This is Chengdu, the capital of Sichuan. A city where afternoons were typically spent in tea houses to the clatter of mahjong tiles, where for generations success has been measured by quality of life. But today, a new Chengdu has emerged. Skyscrapers pierce the skyline. Millions have flocked here, bringing with them the relentless pace of a modern metropolis. What happens when a culture of leisure collides with an economy of ambition? 其实很多青年人他们是迷茫的，他们很焦虑，但是又不知道自己焦虑的点是什么。在这种大的压力之下，他是需要去释放的。In Chengdu, a revolution is happening after dark. 卷归卷，生活还是一定有生活的这种感觉。其实大家吃喝玩乐已经玩到一定的程度了，所以大家其实会有一些精神上的追求。From the quiet stillness of nature to the energy of virtual worlds, a generation is redefin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night, turning it into a space to find what is lost during the day. This is the story of Chengdu's evolving soul. In a city of 20 million, the search for release begins here, in the hush of the early twilight. 戴上眼罩之后，然后就可以把手搭在前面的人肩膀上。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可以走慢一点啊，先去适应一下我们眼前的地面。注意，我们现在还在台阶上面啊，还有4级台阶哈，我这边啊，所以大家注意脚下。上台阶后，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小路，我们往左拐。相信大家。This is a night forest blind walk, an experience designed by Sun Jingyao, a forest therapy guide. 大家可以告诉我现在能听到什么声音吗？还有呢？ He wants to help people disconnect from the city's relentless pace by taking away their most overstimulated sense.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能不能闻到什么味道？晚上本来就看得不太清楚，视觉其实有点受阻，那就不如我直接就真正的把视觉就闭上。那这个时候，我的别的感官打开了，感觉很不一样。好像有人摸到了，这是什么豆子？有点像毛豆的感觉。就是一种豆子的感觉哈。所以其实它传统的分类是豆科的一种植物。大家可以睁开眼睛看一下这个北方的紫荆，它开花的时候是那种紫色的、粉色的那种感觉。我们平时可能都很少有机会去拥抱一棵树，所以今天可能在这个地方哈，可能是第一次啊。我们抛却我们白天的那些各种烦恼啊，还有我们的各种心事，把我们的注意力回归到我们眼前跟这棵树的关系上面。The experience can be profound, unlocking deeply buried emotions. For many, it's a rare moment of stillness in a life defined by anxiety. 最近就是对职业有一点困惑，感觉参加了之后，相对来说要思想要清晰了一些。我感觉很放松，然后很平静，可以抚平一定的生活中的焦虑。我们会走进一片丛林之中。Jing Yao pinpoints the growing im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acceleration and human need a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his work. 现在 AI 时代就是
这种速度都是那种指数级的上升，就是越是在这种多变的潮流中，我们其实越需要去坚守一些可能我们内心人类还就是最需要的那些东西。没了视觉之后，我最大的感官是，一是大自然的白噪音，今晚算是很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我觉得对心理上的一个平静有一个很大的作用。我觉得疗愈这个东西的话，它线下的需求还是很高的，那我们的物质啊各方面都已经非常好了，但是我们的可能我们的压力啊还有我们的包括我们人生生存的意义啊这些各方面的，就是现在大家可能还是做得不够好吧，那现在就是要去有一个找补，像我不够，那我还要补回来，所以它是有市场的。For Jingyao, this mission to reconnect people with nature is more than a job. It's the culmination of a deeply personal journey. 最早的时候，我其实是学习的是风景园林设计，然后在那个时候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就了解到了园艺疗法和森林疗法，尤其是日本的森林疗法。当时我的毕业论文是写的是去分析日本的森林疗法基地。When Jingyao returned to China, he faced a familiar dilemma: pursue a stable career or follow his calling. 我当时最早是在亚马逊在外企去工作，想着就是可以积累资金，然后还有一些经验呀。虽然那份工作总体来说我觉得它还是挺棒的，但是一直我在做过程中，我觉得这不是我一直想要的一个工作的内容。那我好不容易学这个东西，我还是想找个机会能够去把它做下来。那后面就通过小红书这个途径，认识了现在的这个合伙人，然后我们线下也聊一拍即合，然后去年的这个时候就创立了赞有灵这个品牌。Sumu is part of the Natural Spirit Collective. She's part of an expanding community of guides who are seeing a clear trend of urbanites seeking refuge in nature. 成都放松的都是那一批已经退休的领着退休金的老年人，他们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享受生活。当然其实年轻人无论是在成都还是在北上广深，大家其实被这个大环境所裹挟，还是很辛苦的。那我们在行走之前呢，因为会说到有一个破冰的小活动，带大家来进入到这个环节里面。然后在我的这边这个布的下面，然后我放了一些东西，然后给大家一定的时间来记忆有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从这儿过去的路上，我们会要请大家就是来收集尽可能的跟它一样的东西。相对来说，就在以前成都的宣传是一个比较就是休闲之都嘛，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已经算是半个过去式了，因为成都现在，特别是像南门这边年轻人现在肯定也是有很多压力的，就是他们可能最早他们是在北上广深这些地方，然后听说成都没有那么卷，可能比较悠闲一点，然后过来了那么可能以前成都确实没有那么卷，但是你们从卷的地方过来了，那成都慢慢自己也就变得越来越卷了吧。有一只在休息的蝴蝶，那还有一只绿色的蜘蛛。这只蝴蝶是一只灰蝶，但是它的翅膀张开之后，它里面是蓝紫色的。Sumu's night walks are less about therapy and more about discovery. 好可爱！这个叫中华大锹甲，最先的入门的动物之一，一个是锹甲，一个是独角仙。She turns the park into a living classroom and reveals the hidden ecosystem that awakens after dark. 然后夜晚也是一个不一样的自然舞台吧。当我们把晚上的这个世界给大家打开之后，大家才会发现说，原来我以前以为晚上就是一抹黑，但其实它有很丰富的自然的东西在里面。其实大家吃喝玩乐已经玩到一定的程度了，它可能很难再去找到让它有新鲜感，或者让它结束之后也能够持续的，然后体验到那种让他自己很舒服或者愿意再去的那个状态，有点难了。所以大家其实会有一些精神上的追求，文化上的追求。
But the magic of the night is built on the meticulous planning of the day. 森疗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五感，并且还有空间感呀，这些场域的这种东西给人的综合性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来到这里，而且不同的时刻，在不同的角度还有你的坐姿，可能都会去影响当下，包括你自己的心境也会去影响当下的场域的感觉。A typical forest therapy session costs between 80 to 150 yuan, about 10 to 20 US dollars. What started as a niche offering has grown in popularity, creating a new, unregulated market in the night economy. 它有很多问题，就在于一个是疗愈市场它可能会比较乱，就它的定价呀，还有它的商业模式可能还不够成熟。很多人他去做疗愈的时候，就是会出现那种他在我们看来就是像在骗消费者那种。因为疗愈它实际上它的本质就是卖的是情绪价值嘛，但是我们也需要生存，所以现在怎么去平衡就是让它能够良好的可持续的去发展这个行业，我觉得是它目前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因为它的需求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看好它的。The search for a new way to live leads to an unlikely business idea. After a long day, thousands of young professionals are trading bars for classrooms, spending their nights learning, connecting, and rewriting their futures. 好，我先退出了。好，我刚刚说的，我们的横膈膜和肺的底端是连在一块儿的啊。现在我们把气吐掉，肺部是收缩的，对吧？我们下降横膈膜的时候，我们肺部也会被拉开，体积会变大，所以我们需要用的是下降横膈膜，就这一个动作。对，还行，还可以，继续。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青春在风中飘着。首先，你上课想让他们觉得又轻松又能学到东西，因为老师那个是一个放松的状态，然后你再以一些通俗易懂或者深入浅出的话语，把他们想要了解的知识讲给他们听。更重要的是，你的积极的情绪和你的一些开心的氛围，能让他们觉得我是玩着把东西就学了。所以这是我想就是传达给我们学院的，或者说我的教学方式之一。你把它拿过来。Lai Sitong wasn't always a teacher. He's a professional singer-songwriter, formerly signed to Universal Music Group. But in an industry of soaring highs and crushing lows, the life of a performing artist can be precarious. The night school offers him a different kind of stage. 后的保持就是保持住横膈膜，在刚刚那个位置，你就别让它弹上去了，下降下去，然后保持在那儿。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一种321木头人时空静止的感觉，像这样。OK， 就定在那儿，整个人就感觉冻结在那里了。我来这里教学生之后，我会觉得我在产生价值，就是我会觉得价值不一定是你要产出东西，有可能是你给了别人一些快乐。咬字就是动动嘴皮子在这儿，好，你来试一下。其次，我还能给他们一点点我认为专业的一些东西给到他们，我觉得算是一种帮助，所以我自己也会很开心。This is Zile Chuan, which translates to River of Knowing Joy. Opened in early 2025, it's part of a new wave of informal, community-run night schools. Unburdened by state curriculums or official degrees, these spaces are popping up in basements and office buildings, offering a buffet of skills for the modern urbanite and redefining the purpose of the urban night. 像这个教室的话，主要是上一些声乐相关的，就是我们的音乐课、音乐沙龙、吉他、尤克里里等声乐课就会在这个空间里进行。我之前是在各大互联网公司就是主要是做数据和市场分析这个方向。
然后我大概在北京待了6、7年啊，然后最后的一份工作是在阿里巴巴。哎，刘老师，我们那个招商的视频拍的怎么样了？招商的视频就打算先用我们现在那个信息流动的方式。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下周你那个 IP 号这块的一个方案是什么样的。Yang Xiaodong's experience in high-pressure tech firms revealed a deep-seated undercurrent among his peers, a silent exhaustion from the daily grind and a longing for genuine connection. 我想打造的其实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是一个培训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我更想打造的是一个在兴趣学习和社交的一个场所。所以我们的 slogan 是快乐的青年聚集地。我们用生姜可以吗？在家里面吗？啊，可以。Youth night classes aren't unique to Chengdu. Ignited by community centers in Shanghai in 2023, they have become a national phenomenon. It's a grassroots response to what many feel is a societal imbalance. A quiet revolution happening after 6 p.m. as young Chinese actively choose self-investment over consumption. 我们成都其实现在没有一家比较成型的这种机构嘛，现在有的都是社区来做的，就是我们当时去看，就是社区的它这种课程比较少，就是很难抢，就是基本上都是秒光的这种状态，就是所以说从现有的这种市场来说，它是不满足这种需求量的。然后，就是我们这边呢，就是解决了用户几个核心的一些痛点吧。第一个就是一卡通用的一个模式，比如说你办一个6次卡，你就可以来这里上6次课，6次课是可以任选的，所有的课都可以上，就解决了用户的这种就是我不知道，年轻人不知道我具体真正喜欢什么，所以我们给大家这么一个平台去尝试，而且1节课大概也就50、60块钱，很便宜。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幸福的好，我先喝一口了。挺好看的。我为什么会做手工，也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难免会有焦虑的时候，我觉得做手工它是一个可以让我放松，就是暂忘烦恼，然后让我忘掉短时间的一个焦虑，我会沉浸在里面去。它需要用这个我们的水性酿油来进行一个调和。刚刚我不是在旁边弄了一点水性酿油吗？你看像现在这里比较干，然后我们这里有水性酿油，我们就可以把它拨一点过来，直接在这里调，因为可能暗的那个颜色够了，然后现在我们是缺这个浅一点的呢。看到没？但是它这个状态是最好的。其实很多青年人他们是迷茫的，他们我觉得会少一点像我们父辈一样那种。第一个就是稳重踏实，就是干一个就一直干着走。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往哪条路去走，他们很焦虑，但是又不知道自己焦虑的点是什么。好吧，然后再接下来我们就会可能玩一些跟音乐相关的小游戏。然后后面我们就会大家在一起合唱一些歌，就大概今天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开心，好吧？然后大家就是可以玩一玩，放松放松。Zile Chuan's learning model is built on a simple idea: play, not pressure. The goal is to spark a sense of joyful exploration. 我不会唱那个歌。The center thrives not on high margins, but on high return rates, getting students to come back night after night for their dose of creativity and connection. 你不要问他，你得就是他只能用肢体表达，你不要问他具体的问题，他不能回答的。4个名字。对。By offering low-cost, high-value experiences, places like Zile Chuan are tapping into China's booming night economy, a sector worth trillions of dollars. 从商业模式上，其实它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挑特别好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不一定要在商场的1楼或者是一个街边的店，因为我们主要的流量是来自于线上，所以我们的房租会压得比较低。在老师的成本上，就是我们有我们整个企业的一个师资库，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边统一认证的老师进入这个师资库之后，他就可以在所有的校区去上课，那这样就可以把老师的成本尽量压下来。那在成本的节约账之后，我们就把更多的利润其实是会让给我们的学员。所以我们给气也是一样的，在 hold 住的同时，小幅收一点点，然后稳在那里就不动了。其实我上班非常的忙，然后来上课也是挤的很多时间，然后压缩出来的时间来这上课的。平时生活除了工作的压力，说实话就是尤其是我有孩子，就被孩子的事情就包围了，就很少能有时间想想自己你还有什么感觉。打开的过程。所以说这些活动就是能够让我有那种情绪的。比如开心的那种感觉很明显，需要轻轻的，又短又轻的，这个闭合就刚刚好。其实我们这边更多的其实蛮多，它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需求，让自己的能量场变得更强一些，来抵御工作上或者生活上的一些压力。The next evolution of nightlife here isn't just happening inside a building, it's taking over the entire city. Technology is blurring the line between the physical and digital worlds, turning the streets of Chengdu into a huge interactive playground after the sun goes down. As China strategically pushes to expand its night economy, cities are being challenged to innovate. In Chengdu, a city already renowned for its vibrant nightlife, a new kind of spectacle is taking shape. This was New Year's Eve 2023. At the heart of the city's financial district, reality was reimagined. This wasn't just a party. It was the launch of an audacious experiment to transform a physical street into a digital universe. A flagship project for the new after-dark economy. 我是霓裳，我带着满满的祝福，从遥远的宇宙来。The star of the show was Nishang, a colossal 250-meter tall virtual avatar, projected live onto the city's iconic ring of Jiaozi Bridge. Her performance, perfectly synchronized with a dazzling real-world light show, created a groundbreaking digital spectacle, seamlessly blending the physical and digital worlds for millions watching both on the street and online. The visionary behind this is Otis Gan, founder of Jiyun Culture Tech. His team was tasked with creating an unforgettable New Year show, giving new reasons for people to explore their city after dark. 从双子塔那边一直到后面的 W 酒店那边，整条街，然后呢，从圆环这个地方呢，封街，封到了 W 酒店那边。开始的时候呢，整个元宇宙的街区开街仪式是一个虚拟人的8分钟的一个表演，然后呢，以圆环作为一个它的表演的舞台。这个是我们有2台航拍机，大概飞到了400-500米的高度去拍出来的这个实时融合的一个效果。那通过这种虚拟的这种方式，像这种虚实融合的元宇宙的这种技术手段，那其实可以很好的去丰富这样子的一条街的内容。拿着手机的 APP 到线下，不管哪个位置，你手机一扫，就会出现一些类似像太空飞船啦，就是一些很未来的科技感的这样子的一些虚拟内容。就是科技跟生活的这种体验，它是融合在一块的。But merging a live light show with a virtual performance in real time presented immense technical hurdles.
它最难点是，那比如像我们在交子之环，它是作为一个直径将近100米的这样一个环形的人行立交桥，那我们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时空之门、星门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那我们通过900台灯把它打造成一个可以旋转，然后有光束，然后来制造这种能量场的这样一个氛围。那在虚拟层面呢，那资产这边实际上要结合和我们实体灯光相呼应。比如说我有光束灯向上打，那人在落在实体灯光上的时候，它自己的光效实际上也有变化。那我们在这个方面是克服了很多的问题。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虚拟资产和楼宇之间扣合的问题，因为虚拟的内容和实体内容进行交互，那它是否真正能够让人亲身的感受到那种是像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一样的，那变成这个项目很重要的一个点。其实就是像这种把街区去复活，我们不能去很生硬的就叠加一些数字资产，我们需要去了解在地的文化，我们要把一些文化内容给提炼出来，然后还要去了解当地人喜欢什么，把他喜欢的东西也要加进去，然后还要设定一个好的有意思的这种世界观和背景架构，在这样的这种设定之下，我们真正的能做到让虚拟的这种数字资产和现实的这种环境达到一个无缝衔接的这种融合，才让人不会有一种割裂感的感受。Despite the challenges, the event captured the nation's attention, drawing over 20 million viewers online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to the streets. But for the night economy, a one-off spectacle isn't enough. The impact has to last. In the weeks that followed, the interactive street experience remained live. A gamified navigation system guided users to local businesses to redeem vouchers, channeling the excitement of the virtual world into tangible, real-world commerce for the shops lining the avenue. 在交子大道5个不同的点位，你解锁了一些任务情节之后呢，会给你商家的优惠券，然后机器人呢就导航带领你到商家做积分兑换。当时线下的转化率是做到95%，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亮眼，我们自己也很惊讶的这么一个成绩。就是民众其实对于这种科技带有这种数字文创属性的内容的体验，它其实接受度是非常高的。After that massive success, Jiyun turned its attention from the futuristic city centre to a more intimate challenge, Fangtao Street. It's an artistic neighbourhood with a cosy vibe, known for its independent shops, organic community spirit, and cats. 这也是我们来到成都之后感受也很特别的，就是你到了很多商场里面，它就是宠物友好商场。就是当时跟街道的领导还有社区的领导们去提了这个想法，大家都很认可。这样，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手机的录屏功能，把测试的过程录下来。The project, Walking with Meow, turned the entire street into an augmented reality game. 然后我们第2个点位是面对这个墙，然后让你的手机横屏，然后选择那个关卡1，然后把你整个的横屏框定这个建筑和它的上沿，横屏来，我们来试一下，在那里面选项关卡1，第3个点位是这面墙，然后我们也是用手机。By scanning murals, players unlock clues, collect virtual items, and are guided on a treasure hunt. 它应该是和这面墙大体是嵌合的，我们横屏试一下。A hunt that leads them directly to local businesses, boosting the area's footfall. 这个街区有一种很蓬勃的生命力，我觉得这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也非常吸引年轻人。我们是那个芳草奇旅的体验者，然后想来兑换2杯气泡水。好啊，我也推销一下。好的。他们通过这样一个大型的一个虚拟互动的一个体验项目，我觉得，是能够给我们引流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你看它之前这个龙门的位置，其实位置有点飘，得再往下落一点。After months of preparation, the Walking with Meow project went live. 这个箭头我们会在It was the first public test, a chance to see if the technology and the story could captivate a real crowd. 稀有法宝制造了一个时空漩涡，然后它才会进入到下一个关卡。我再看一眼这个牛。参与的人数也是比我们预期想象的要多，就是大家来看了之后都愿意去扫，愿意去体验。白天到傍晚来体验的这些用户，他获得的这些优惠券，他能够到夜间的时候一家一家的去打卡消费，所以它其实能够延展到夜晚周边的这些商家。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在商量，看能不能在晚上在一些识别点上面去做一些灯光的这种布置。那你晚上来到这个街区的时候扫的话，也都还是能够看得到，也都能体验。可以再走往前面一点，把它对齐了。对，稍微对啊，好，出现了。Otis's vision is far-reaching. It extends beyond interactive games. He wants to build a sustainable model for the future of the night economy. And Chengdu offers the perfect laboratory for developing new ideas. 成都的不管是二次元的经济现在也很火。然后还有一些像AI 的企业，这也是近几年成都这边政府推的力度比较大的，所以在普及的程度上来说，其实民众已经可以感受到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时代了，就是科技跟生活的这种体验，它是融合在一块。那如果这样子的模式放在其他的一些城市来说的话，可能某一些城市它会稍微相对难一点，因为这边它比较活泼，大家都喜欢吃、喜欢玩、喜欢消费，消费的这个实力还是挺强的。成都人的特质啊，就是很乐观，很乐观，然后很愿意去尝试新鲜的事物去体验，就是很懂生活，这样。While augmented reality reshapes the streets, another piece of Chengdu's nightlife puzzle lies in the world of total immersion. Here, in the high-stakes arena of esports hotels, two competing philosophies are battling for the future of digital escape. While some seek solace and others virtual adventures, the titan of Chengdu's modern night economy is an industry built on adrenaline, camaraderie, and the glow of a million pixels. Esports. With strong government backing and being a major hub for gaming giant Tencent, Chengdu has strategically positioned itself as China's unofficial esports capital. And at the apex of this multi-billion-dollar industry is the Esports Hotel, the physical nexus for a digital generation. Since 2018, the city has seen an explosion in this new market, with over 400 esports hotels springing up across Chengdu. They range from simple rooms with a PC to sprawling entertainment complexes like SoReal, a hybrid model that blurs the lines between an internet cafe, a tournament area, and a 5-star hotel. 成都的电竞天花板肯定就是原界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SoReal is a statement of ambition. It's a self-contained universe designed to capture every moment of a gamer's leisure time.
然后我们是涉及到棋牌，然后电影馆，然后一个赛事，然后还有一个酒店，然后所以说这个综合体来说，对于我来说就有大展拳脚的一个机会。But its true innovation lies in elevating the gaming space into a private sanctuary. SoReal's rooms are not hotel rooms with computers. They are bespoke gaming suites, meticulously designed for marathon sessions in maximum comfort. 现在我们基本上是4090，但是我们4090是很久之前配的，就是说当时市面上还没有的时候，就疫情前我们已经采购了4090。我们客房的一些床垫呀，然后我们都是电动床垫，然后一些布草都是用的最高支的布草。It's a seamless blend of hardcore performance and luxury hospitality, creating a world where friends can check in and lose themselves for an entire night or a weekend. 然后呢，我在哪里放烟呢？你就站在 CT， 然后如果打 A 的话就这2颗，打 B 的话就这2颗。CT 是哪里啊？就是你现在站的位置，就是咱们家。奶妈，你开局把墙这样斜着封在2楼上面，我去给大家对。哎，A 小一个，2楼一个。啊！开镜什么意思啊？不是我摁错了。常来，然后大概2个原因吧。一方面是主要身边朋友在成都都比较喜欢来这儿打游戏，另一方面他们这儿装修风格确实比较好，给人的感觉更像酒吧一点吧。它并不像一个就是那种很传统的网吧。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平时都会住电竞酒店，因为平时打瓦的时间比较多嘛，然后再从酒店跑到网吧的话会有点太远了，然后住电竞酒店的话会更方便。我们酒店客群来说也是18岁成年了的那种，然后到25岁之间的样子，就是上大学毕业之前啊，那个刚刚工作的这种。我们酒店消费的话，因为价格是比较贵的，然后所以说他自己就定义了一群人，就是那种有消费经济能力的，然后并且年轻的那群人。男性的话大概是在70%左右，女性的话30%的样子。然后从第2个月开始，我们基本上是95%以上的入住率。And it's not just the rooms. The public floor tells a similar story. 我们大概是在85台左右的机子，然后如果它上机率基本上现在目前达到90%左右，这预期中的事情。This success is built on more than just hardware. It's built on service, a philosophy of total care designed to keep customers immersed and returning. 其实我们房间少，然后所以说基本上相当于我们的前台就是一个管家服务，对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因为什么拿外卖呀，送快递呀，或者这种类似的，我们都是自己服务到位，直接拿到客人手上的。留住的永远是人心，而不是冰冷的设备，是吧？But SoReal's premium focus model isn't the only game in town. A new competitor is playing a different strategy, aiming to capture a broader slice of the market. 传统的商务型酒店，它没有电脑，它很无趣。然后呢，电竞酒店呢，它又很燥热激情，不能让人无法安静。那我就说，这2个中间取长补短嘛。好啦，这边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的一个3人间啊，然后跟其他的房型不一样，对吧？我们这边是3张床，像我们有客人会是3个朋友一起过来的，他想着说过来一起开黑，对。Tellem Lay's brand ComChill is what he calls a leisure PC hotel, a hybrid designed for business, leisure, and light gaming. 喂，你好，这里是一丘ComChill酒店，请问是王先生吗？ Gone are the aggressive RGB lights. ComChill opts for warm, comforting aesthetics. 您到时候如果说过来之后找不到的话，您就微信联系我，好吧？
大部分客人会觉得我们这里一过来就觉得哇，好舒适啊，就感觉。2位都需要出示证件哦。他喜欢我们这边的一个色调，会觉得挺年轻化的。就之前有客人跟我讲过，说过来之后呢，就觉得哇，就感觉自己好像也年轻了10岁这样子的。就他说特别喜欢跟我们年轻人在一块儿，就待在一块儿，显得自己也很年轻，自己心态也好。This focus on affordable comfort and broad appeal raises a key question. Can a less intense model be profitable? 对，然后其实这上面，然后再罗列出来更多的，几乎有包括星野集团的那个界青森3，然后其实还有像韩国这些，比如说庆州的呀、济州的，几乎更多的都是温泉类的度假酒店项目会居多，就是这个。Tellum's background in business analysis had him crunching the numbers from day one, and the figures suggest the formula is working. 所以我们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3个词，叫做价格、颜值、功能性这样的一个排序，就是我们吸引的客群更多的是有想法去住好的酒店，但是预算又有限的这帮人，所以它就价格是我们满足的第一位，就是我们的房价都会稳定在200左右，就是不会让它特别高，消费不起。然后这也导致了我们的复购和推荐特别多，那我们反而平日的入住率也蛮高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对颜值的考量，就是我们觉得同样的价格的情况下，大家会马上判断，就是我要找一个颜值相对好一点的这个酒店，对，然后再到功能性。所以我们的电脑配置的话，反而就是一个中上游一点点的那种，就是但是没有超很多，只有天府3街的可能是超的比较多的。如果按照我们到目前的数据来讲的话，是非常的喜人。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家店，我们的预计的这个 real par 就是单房平均收益的这个部分哈，我们是在260左右，希望的是，但结果我们不小心就干成了289，就相当于我们那家店的投资回报做到了2年左右。就这个数据，那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开第2家店、第3家店这个原因。A 2-year return on investment is remarkable in the hotel industry, proof that a model offering undeniable value can keep rooms filled. 比如说在大商圈的店，我们可以稳定在全年95%的入住率，然后像这样的一个店，基本上我们都会做到85%以上。还能杀一个吗？ This strategy attracts a different clientele, including business travelers and, surprisingly, long-term residents like 22-year-old Ding Tong, who has lived here for months. 最开始可能就是跟朋友3、4的来玩个1天2天，后面觉得在家无聊，是不是自己过来玩一下？ 然后最近呢，是因为实在是住习惯了，也不想来回跑了，就干脆就在这里常住。Tellum's philosophy is to be the Xiaomi of the hotel industry.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average computer usage per hotel room. 我们跟其他电竞酒店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常规的电竞酒店的开机时长，就电脑的平均的使用时间是14个小时。那我们的现在的客群反而是做到一个什么，只有平均2.5个小时的开机时长。也就是说，他其实来我们这儿，他只可能确实会玩一会儿游戏，可能也会办公一会儿，但是也就仅仅只在2个多小时。这也代表着我们的客群确实跟电竞酒店也不一样。 The contrast between Comchil's comfort and Soreal's luxury isn't just a story. It's a microcosm of a national explosion. With over 24,000 esports hotels now open across China and Chengdu as a key battleground, this is far more than a trend. For a generation that builds friendships in digital worlds, these hotels provide a physical home for their tribes, transforming a solitary bedroom-based hobby into a social, real-world ritual, played out through the night. From classrooms that build community, to hotels that offer escape, from parks that heal the soul,
to streets that rewrite reality. On the surface, they seem worlds apart, but beneath, they're all answers to the same questions of modern life. How do we find connection in an age of distraction? And how do we find meaning when the workday is done? These questions are being answered all over the country. Beneath the drone-painted skies of Shenzhen, and within the reimagined dynasties of Changsha. China's night is no longer just an extension of the day. It has become a new canvas for ambition, heritage, and well-being. A space where a generation under pressure is searching for connection and community.